9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发表谈话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一连2天为南海海域开展演训活动。分析指出，解放军公布南海演训活动细节，是对搅局南海的挑衅性军事活动尽在掌握中，对于一切侵权挑衅行为，皆可作出强有力的回应。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表示，4月7号至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南海海域开展战机巡逻警戒、海空联合突击、舰艇编队战备巡航等演训活动。 田军礼强调，战区部队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全时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针对解放军公布的演训细节，有分析指出，战机巡逻警戒和舰艇编队巡航是平时作战能力的体现，海空联合突击则展现出从平时到战时状态的转换，主要针对海空目标实施打击，同时也还可以反导防空、反潜进行海空立体防御，是一种体系作战能力的体现。 外界注意到，就在解放军在南海开展演训活动首日，美日澳菲海上力量首次在南海海域举行全面海上联合军演。解放军用实际行动展示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中。 美日澳菲7号在菲律宾的所谓海上专属经济区内举行演习，美海军机动号滨海战斗舰、日本海上自卫队蜀号驱逐舰、澳海军瓦拉蒙加号护卫舰以及菲海军2艘军舰参演。演习内容包括反潜战、舰船通讯、编队航行训练。 深圳卫视注意到，4国没有提及演习的具体地点，但多名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演习在菲律宾巴拉望岛西北近海的南海海域举行。从实战意义上来讲，最大的一个就是反潜，一个就是通信。 因为在战时呢，实际上通信是非常之重要的，而这个南海地区呢，实际上由于它的水的深度比较大，所以说呢是潜艇搞这种伏击啊、潜伏的非常之好的位置。 时事评论员朱江明向深圳卫视分析，此次联演的大多科目象征性意义大于实战意义。另外，从参演兵力看，5艘军舰作战能力都不强。 有观察指，美国派出滨海战斗舰作战能力甚至比1艘护卫舰还要差，该型舰正在被美军逐步淘汰。日澳派出的驱护舰作战能力也一般，而菲律宾参演的2艘巡逻舰更是古董舰。 即便如此，4国仍要在南海高调进行这么一场联演，各有小算盘。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此次军演是菲律宾建立个体和集体自卫能力的系列活动中的第一次。菲方也有意推动4国联合军演机制化，每年定期举行数次。 从澳洲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是非常之愿意承担起这个东南亚保护者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实际上近年来澳洲的这个军事建设也主要以这个对南海地区这个为主。那么日本呢，实际上它也是紧紧的这个愿意抱住美国这条大腿，成为它在这个太平洋地区的核心安全合作伙伴。那么所以说这次它也比较积极。 而美国呢，实际上它的目的就是构建一个在南海地区和台海地区的这个亚洲版的北约所以说它这次呢也可以看出它的布局初步成型了。 也有观察指出，美日澳菲选择此时举行首次海上联演，对外展示在南海地区强化军事合作的意图，既是4国准备在南海海域联手搅动地区局势的战略举动，更是为即将到来的美日菲3国领导人会议造势与预热的战术动作。 美国总统拜登定于11号在华盛顿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峰会，预计将讨论促进半导体、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经济合作，以及加强3国海上安全合作等议题，其中南海问题也将被提上议程。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日前直截了当地表示，本次峰会将推动3国加强在南海和其他地区的合作。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人士称，舆论普遍预计峰会将宣布3国今年晚些时候在南海的联合巡逻。
实际上，自去年以来，菲律宾和美日频繁就南海议题展开互动。去年6月，3国国家安全顾问在日本东京举行3方会谈，讨论南海等问题，并决定展开海上联合行动，标志着美日菲三边安全机制浮出水面。同年11月，岸田文雄访菲，双方宣布启动互惠准入协定谈判，谋划美日菲和日菲展开全方位军事合作。日本还决定向菲提供海岸监视雷达以及5艘大型巡逻船，帮助菲律宾加强海上防卫能力。菲律宾马克思政府在南海议题采取了亲近美国的政策，除了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实际上也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态度的不断变化息息相关。过去几年，美国从不持立场到偏向菲律宾，接着便是毫不避讳地直接支持菲律宾的各种侵权挑衅。英国金融时报8号引述2名美国官员的话说，拜登将在美日菲3国领导人峰会上重申，1951年签署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款适用于南海，意味着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所谓坚若磐石。其中一名官员甚至放话威胁称，我们的共同防御条约涵盖了菲律宾海军人员和船只，并进一步扩大到马德雷山号。中国需审视策略，否则将面临遭受严重反击的风险。但有观察指出，美国鼓吹坚如磐石的协防性质的共同防御义务，并非直接采取武力反击。在话语营造过程中，美方也刻意淡化甚至忽略了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款的后半句，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即在受到武力攻击后，双方可宣布依据本国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与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款中约定的立即采取必要行动，包括使用武力，相去甚远。有菲律宾媒体就提出质疑，指出同样是触发条约，北约是立即采取行动，包括使用武力，美菲则只是启动国内程序。换句话说，即便真的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会给菲律宾提供多大帮助，都还是未知数。在美日澳菲进行南海首次联合军演时，解放军南部战区发布在同一天进行海空战巡消息。那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美日澳菲军演真的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吗？主持人好，针对美日菲澳南海首次联合军演，解放军南部战区呢在同一天进行联合海空战巡，并表示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给人的感觉是，解放军呢会采取一些有针对性和具体指向性的行动，来对美日澳菲参演军舰加以震慑。今天呢，南部战区再次通报了战巡情况，说开展了战机巡逻警戒、海空联合突击、舰艇编队战备巡航等演训活动。我们可以看出呀，中方现在在南海的策略呢是及时通报，做好说到。信心满满的应对一切情况，就像南部战区所说的，部队全时保持高度警备，坚决地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换句话说呢，解放军做好了战斗准备，可以应对南海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能够做到我的海域我做主。至于美日澳菲联合军演，没有掀起什么风浪，就是在国际舆论场上呢，也没有引起太多的议论，倒是解放军针锋相对进行海空战巡，把美日澳菲标签为南海搅局者，成了广泛报道的内容。这次参与军演的4国也是各怀心思，演习的成分呢很大。美国呢是摆姿态，摆出对菲律宾的支持，坚若磐石，但实际上呢并不敢和中国引发直接的冲突。刚刚中美两军在夏威夷讨论海空相遇规则，菲律宾呢是扯大旗，要把域外国家拉进来，以显示自己呢还是有靠山的，但是知道不可能帮什么忙，要帮的话早帮了。澳大利亚呢则是打酱油，就是来逛逛，做个背景，否则呢你的葡萄酒还怎么能买到中国去呢？最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是有意掺和，要把军事影响力扩散到南海及东南亚，既制约中国，也想把军火卖到东南亚。这次呢4国军演对南海局势，特别是中菲南海争端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演习之后会发生什么？美日菲3国领导人呢即将举行首次峰会，讨论如何遏制中国的强势。美英澳3国防长发布联合声明，同意接纳日本加入奥克斯
第二支柱的军备合作。美国呢可能以此为抓手，打造印太战略的军事链条，试图把多个双边联盟连接成排他性的小团伙、小多边，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把台海形势、南海形势复杂化。这呢是我们需要观察和应对的。